在家彻底摆烂的全职女儿，一不留神穿到了一款诡异游戏，万万没想到第一个副本竟然是我家，开局就碰上了幸存率0.01%的副本。直播间的观众纷纷表示新人必死局，而我却热情地跟诡异大神打招呼，还和拿肠子当皮筋跳的小女孩一起玩。面对那个提着5米长大砍刀的大 boss， 我像只撒欢的小狗一样冲上去抱住他。看到这一幕，直播间的观众瞬间炸了锅。第一次见这么生猛的新人，居然和诡异攀亲戚。等会儿，他叫谁嘛？那可是终极大 boss 啊！他在吃人手，那是人手啊！我趴在妈妈手上，拿着婶子给的香辣鸡爪啃着。哪有啥 boss？ 人手哪儿呢？欢迎来到幸福小区 S 级副本，玩家在该副本存活3天即为通关，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做爸爸妈妈的好儿女。初始玩家10人。我听着耳边的系统音，一脸懵逼。上一秒我还在家里陪爷爷奶奶打牌，下一秒咋就变成诡异游戏的玩家了？作为一个全职女儿，我的主要经济来源全靠爷爷奶奶的退休金以及老爹老妈的额外补贴。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在家待着，给全家人提供充足的情感价值。我也不是没想过奋斗一把，但是我拿着5万零花钱去创业，结果背着10万的债，灰溜溜的回家。妈妈看着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：宝，在家待着就是你做的最大贡献了。现在居然被诡异游戏选中成了玩家，就我这个小脆皮肯定死路一条。我干脆直接往地上一躺，以头为轴，边哭边打转。爸妈、爷奶，我死定了！你们记得给我多烧点纸。花臂大哥恶狠狠地拎起门卫大爷的衣领，吹牛逼呢？随便放个恐怖戏，你玩得明白吗？我可是龙湖帮扛把子。现在随便给个180万的当赔偿，我就不计较了。人群中，一个精英男冲上前想阻止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门卫大爷猛地张开嘴，一口将那人咬成了2截。花臂大哥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被整个吞进了肚子里。几个人吓得当场瘫软在地上，彻底相信了广播里说的都是真的。刚才出生的精英男自称老玩家，说他已经通关过5个副本世界了。只有通过10个副本，才能回到现实世界。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张身份牌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扮演好抽中的角色，然后活过3天。见此，弹幕开始活跃了起来。这个副本的幸存率可只有0.01%，这么沙雕的新手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居然吓得躺在地上打滚，笑死！这届新手是不是来搞笑的 ？S 级副本的死亡率又要创新高了。等会儿他在干什么？我本来哭累了，从地上爬起来准备迎接死亡，结果定睛一看，眼前这个熟悉的小区不就是我家吗？门卫大爷还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：小温啊，咋没在家陪你奶？我一脸懵逼地掏出自己的身份牌，原来我演我自己。玩家们记好自己的身份，被精英男带着往里边走。门卫大爷开始核对玩家的名字：你们这些孩子，工作再忙也不能忘记陪家人啊！你瞧我，除了小温谁也记不得了，一点都不像小温，天天在家陪老人，多孝顺啊！我心虚地笑了笑，在小区里我是出了名的家里蹲，大家也没觉得不去工作，在家啃老有什么不好，反倒羡慕温家人可以天天被闺女陪着。门卫大爷慢悠悠地翻看着笔记本，紧紧地盯着面前瑟瑟发抖的爆炸头。啥名啊？父母叫啥？爆炸头下意识地报了自己的真实姓名，然后反应过来，刚想要改口，却晚了。门卫大爷的身体瞬间膨胀，一跃成为2层楼高的诡异。他用力地把人抓起，爆炸头还没来得及辩解，就被门卫用爪子捏碎了。门卫大爷嘴里还停地说：他骗人，他不是这个小区的，不能让他进。血肉溅得到处都是，胆小的玩家当场吓得尿了裤子。剩下还没进门的几个人反复看着自己的身份牌，生怕落得和爆炸头一样的下场。面对这血腥的一幕，我竟然不害怕，反而心头涌上一阵酸涩。恢复正常的门卫大爷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核对剩余玩家。轮到我的时候时，直接挥挥手让我进去。小温，你别捣乱，进去吧。等到大家都安全进来，才松了一大口气。看来我们一点错误都不能出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身份牌上的人。你们也看到那个人的下场了。精英男停顿了一下，随后狐疑地看着我：为什么门卫大爷就对你一个人特殊，还夸你？我一脸无辜地掏出自己的身份牌。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就是这个吧。精英男点点头，看上去相信了。在场应该没有比我更有经验的了吧？那我就来当领头人，大家叫我王哥就行。只要听我的，我保证带你们通过副本。我已经待不住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想回家找妈妈。还没等我找个借口溜走，就被人叫住了。邻居大婶提着大包小包从外边回来，后边还跟着她的小女儿。小女儿欢快的用血淋淋的肠子跳绳，一边跳一边前进。小温，你在这儿刚好，来帮我提一袋，省得我拿去你家了。
大婶跟我们家混得可熟了，平时买了菜还会分给我们。我开开心心的跑过去帮她拎菜篮，总算找到借口能溜回家了。然而其他玩家的脸色就难看多了，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小白花忍不住捂住嘴巴干呕起来，弹幕飞快的刷着。那女玩家的心理素质真强，菜篮里放着头和断手，居然敢跑过去接，该不会是扮猪吃老虎的大神吧？在玩家们的眼中，邻居大婶只有半边脑袋，上面还爬满了蛆虫。小女儿丫丫的皮肤全是烧焦的痕迹，精致的小脸一半露出森森白骨。丫丫高兴地跑过来拽住我的手，把我的头往下拉，凑上来亲了一口。温馨姐，好久不见，我们一起来玩吧！新任务发布，请在场的玩家们和丫丫一起玩游戏。哥哥姐姐们也要一起哦。那我们来玩点什么呢？我想踢足球，叔叔你的头借我踢踢好不好？王哥吓得冷汗直流，我戳了下他的小脸蛋，丫丫任由我捏他的小脸，笑嘻嘻地凑得更近。好啦，我开玩笑的，叔叔你怎么这么不经斗啊？我想玩老鹰抓小鸡，我要当老鹰，老鹰要来吃小鸡啦，哈哈！玩家们瞬间明白了他的深层意思，争先恐后的要当母鸡，谁也不愿意成为最后一个。丫丫有些生气的跺脚，随手指了最高的那人，他来当母鸡，剩下的从高到矮排。大高个显然很开心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到了最安全的位置。我站在最后，愤愤不平地拉住前一个人的衣角。可恶，这是歧视！我还能二次的。游戏开始了，在我灵活的走位加上丫丫的放水下，他一次都没碰到我。玩家们都渐渐放松了警惕。丫丫佯装生气，猛地一扑抓住了母鸡，然后撕下了他的胳膊，满意的嚼着血肉，有模有样的点评：这母鸡好老好难嚼哦。我吃饱了，不和你们玩了。大高个疼得眼睛充血，开始口无遮拦。小贱人，你不抓小鸡来抓我！我冷下脸，快速捂住丫丫的耳朵。即使知道他们现在是诡异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比起第一天认识、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玩家，我更愿意站在亲的和家人一样的诡异这边。邻居大神闪现到他面前，不会说话，那就不要说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家长应该要来找你们回去了。远处一群家长已经过来领人了，为首那个显然是我亲爱的老妈，她气势汹汹地领着一大帮人走了过来。我的眼睛一下就亮了，像只快乐小狗一样冲了过去。妈妈，我亲爱的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家长们已经走到玩家们的跟前，一个诡异挥舞着触手走到精英男面前。我们该回家了。王哥汗流浃背，眼神流露出对面前诡异的害怕。玩家的家长有的是像精英男妈妈那样恐怖的诡异，但是也有和我妈妈一样的正常人。一个瘦弱的女人轻轻揽住女孩，温柔地说：宝贝，你今天想吃点什么？女孩浑身僵硬，生怕眼前这个看上去很正常的妈妈突然变成诡异。我赖在妈妈的怀里，手里还拿着邻居大婶刚塞给我的香辣鸡爪嚼着。我妈一把把我提溜起来，拍了下我的背。站直了，这么大的人了还撒娇。大高个被3米高的诡异拎起来晃了晃。儿子，你看到我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啊？他刚被拔了舌头，现在想解释都难，只能艰难地打手势。诡异突然暴起，把他揉成一团血肉。我儿子最爱说话了，你不说话肯定不是我儿子，居然敢冒充他！旁边的小白花吓得嘴唇都白了，一脸恐惧地看着自己的新诡异爸爸。他有些嫉妒地看着有正常家长的玩家，颤巍巍地伸手牵住了爸爸的手。是吧？那女玩家也太自来熟了吧，直接跑过去喊妈妈。那大高个要不是他嘴臭，怎么可能被拔了舌头？所以一切都是报应。等会儿那个新人在啃什么？那不是人手吗？他不会是被诡异污染了吧？精英男看见我若无其事地啃着东西，再仔细一看，瞳孔地震，但是他默默别过脸，什么都没说。其他玩家显然也看见我啃人手了，有的就当作没看见不说话。我在他们的目光下吃东西压力有点大。这明明就是香鸡爪，谁说这是人手的？谁家手这么香？好了，回家吃饭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们也各回各家。一到家我就瘫在沙发上，然后在妈妈身上蠕动。妈妈，滚！妈妈嫌弃地推开我的大脑袋，我心满意足地滚走了。爸爸从厨房里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鸡汤，我瞬间就满血复活，闪现到餐桌前准备开动。妈妈用筷子敲了下我的手，白了我一眼，去叫你爹来吃饭。直接扯开嗓子，小崽巴，出来吃饭啦！奶奶夹了块鸡翅到我碗里，慈祥的笑。那么大个小伙子饿不着，先吃块鸡翅。温仔从房间里冲了出来，一口就把我手上的鸡翅叼走了。爸，你做的真好吃！我用力踩了他一脚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发出疑问：妈，啥是恐怖游戏？
我们穿越了？家庭成员面面相觑，温仔刚想解释，就被妈妈用个大鸡腿塞了回去。妈妈眨了眨眼，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这个暂时不能说。我还想追问，就被隔壁噼里啪啦的动静打断了。我端着饭碗就要溜过去看热闹，隔壁是那个温柔妈妈和玩家。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站在他们面前，家暴男表情凶恶，各种难听的话充斥在房间里。他嫌恶地啐了口唾沫，抓住女人的长发，顺着脖子递在女孩身上。女孩被紧紧地护在女人怀里，眼泪浸湿了衣裳。她仿佛已经忘了这是个恐怖游戏，鼓起勇气，随手拿起桌上的烟灰缸砸了过去。烟灰缸擦过家暴男的额角，留下一道血痕。这行为直接激怒了家暴男，拿着菜刀就想要砍过去。我吓得把碗直接扔了过去。哦耶，正中后背。结果家暴男直接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了，他举着菜刀就要冲过来，我瞬间缩了回去。救命！杀人了！爸爸一改温文尔雅的模样，面对家暴男，直接掏出4米长的大砍刀挥了过去。家暴男没来得及躲，迎面被砍成了对半。女孩目光还停留在恐惧中，扶着伤痕累累的妈妈走了出来，看到地上的2半尸体，止不住的颤抖。女人没觉得杀人有什么不正常，她感激地对爸爸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和意义终于摆脱这个魔鬼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母女俩就相依为命了。”我眼神复杂的和另一个玩家意义对视一把我推回房子里，开口：“小孩子家家，别掺和大人的事儿，去吃饭。”我乖乖地溜回去喝鸡汤了。奶奶一个劲地给我投喂，她看着我的双下巴，心疼地说：“瞧我家温馨小脸瘦的哟，多吃点儿，多吃点儿。”第二天不到10点就被系统的机械音吵醒了。作为好孩子，请各位玩家到超市帮父母买菜。我挠着鸡窝头，从妈妈手里接过钱包。弟弟温仔见鬼似的看着我。你要不要穿得这么恶心出去啊？此时我还穿着一套简单的睡衣，温仔死活让我回去换一件，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姐姐。我只能重新换了身衣服，谁让我是个好姐姐呢？在超市门口，我和其他玩家集合了。王哥环顾一周，数了下人数，怎么少了一个人？小白花白玉弱弱的举起手。昨天他在我隔壁，因为不吃香菜，然后暴露了身份，最后被诡异涮火锅了。奈德叹了口气，毕竟这么草率的暴露身份，他也是第一次见。那我们进去吧，都记住自己要买什么菜了吧？大家都是玩家，要团结合作才能通过这个副本，所以大家把钱都拿起买菜，然后再分，以免某些玩家的买菜钱不够。自然没有人听他的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钱包捂得紧紧的。王哥冷笑一声开口：“既然这样，后边钱不够了，别找我哭。”每个人手上都有父母给的购物单，我手上除了钱包啥都没有。出门的时候，妈妈撸了把我的脑袋：“家里啥菜不缺，你想吃什么就买点得了。记得给你弟买一份。”超市里的商品琳琅满目，每样东西下边都有标价。白玉拿起一把小白菜，看到标价的时候惊呼一声：“怎么这么贵？”玩家的脸色都很难看，因为超市里的每样东西都是天价，小白菜1斤就要100元。我偷摸着看了眼自己的钱包，里面整整齐齐的放了几张1万元的天地银行，飞快的往购物车里塞满双份的薯片、巧克力、牛肉干等零食。王哥拿着购物单的手都在颤抖，他的诡异家长只给了500元，完全不够买全清单上的所有物品。收银台大大的提示板让他打了个冷战，他不想知道没有买齐菜品的后果，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器官换钱。王哥一眼就看到我这个软柿子，他带着和善的微笑拦住我：“小妹妹，游戏只说要买清单上的菜，你买双份干什么？你的钱应该用不完。只要你帮我把菜都买了，我保证这个副本你能顺利通关。”我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怎么好意思夸下海口？再说了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做鬼也要留在这里。王哥见我完全没有掏钱的想法，恼羞成怒，冲过来利用力量优势，狠狠把我压倒，直接从我的衣服口袋里把钱给抢走了。周围的人像是被设置好程序的机械人，根本不理会这出闹剧。他舔了舔手指，得意洋洋的开始数抢来的大钞。非要我动手才肯把钱交出来，别说我无情，1张够你花了。拿着孤零零的一张钱，再想想自己才到他胸口的身高，悲从中来，惹到我算是他捏到软柿子了。王哥已经装满购物车，准备去付款了，我只能难过的把零食一个个放回原位。就在这时，我被一片阴影笼罩，温仔捏住我的脸蛋拉了一下，无奈的说：“怎么只会窝里横？干嘛不打回去？我看你平时打我打得挺凶的。”他揽住我的脖子，把我拖过去，要找王哥算账。我完全是被他架着飘过去的。温仔把王哥的手往后翻折，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。我在一旁摇旗助威：“干得漂亮！”王哥愤怒的转身，直接撞上了已经诡异地温仔，他吓得瘫软在地。温仔身后延伸出无数根触手，拎起王哥高高抛起。我姐一个女孩子都敢欺负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诡异大爷，我不知道她是你姐啊，我把钱都还你成不？温仔直接扯下他一条胳膊，放
放进嘴里津津有味的嚼。本来就是我们家的钱，还用你还吗？你就把这只手赔给我好了。弹幕都在替我打抱不平，其他玩家吓得瑟瑟发抖，有打算动手抢钱的人也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谁知道被抢的那个人会不会有个帮他的诡异家人？白玉羡慕地看着为我出头的弟弟，攥紧手里的钱包，若有所思。最后我满载而归，一出超市我就开始使唤温仔。你这出手真不错，以后东西都归你提了。他张开布满尖牙的巨嘴，阴森森地说：姐，你就会窝里横，真不怕我把你吃了？我使劲拧他腰间的软肉，皮笑肉不笑道：你敢？温仔吃痛瞬间闭上嘴，委屈巴巴地继续拎东西。至于其他人，大多数人的购物单都是重合的，他们把钱凑在一起，买了东西以后再分。王哥是所有玩家中钱最少、购物单最长的那个玩家，他的诡异家长压根没想他活着回去。没了一条胳膊的他，不管怎么求都没有玩家愿意把钱借给他，自然没有人愿意干吃力不讨好的活，更何况王哥随时都有可能背刺他们。最后即使他把自己的肾抵押出去还是不够，王哥一咬牙把自己的左眼也挖了，才凑够菜钱。恭喜玩家平安度过前2天，最后一日为幸福日，注意家人不会在这天伤害玩家。我还是从系统冰冷的配音中听出了一丝不怀好意。恐怖游戏的最后一天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结束？显然有诈。不过有玩家信以为真了。新玩家中有个高中生叫刘明俊，他分配到的是一个正常人的家庭，温柔的妈妈和寡言的父亲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妹妹。前2日刘明俊在家基本不敢说话，生怕自己触犯到什么禁忌被诡异杀死。家人们对他都很好，他们家的相处模式就和普通家庭没什么两样。本来他足够幸运，可是耐不住自己作死，听到系统提示后，他开始跃跃欲试。刘明俊先把妹妹哄进房间，反手关上了门。他心里又慌又乱，死死盯着房门，生怕有人进来。妹妹被他反常的样子吓着，小嘴一扁，哇哇哭着想要往外跑，被他拦在了屋里。四周安安静静，根本没人过来。积攒了2天的恐惧和委屈一下子涌上来，刘明俊情绪彻底崩了。他只想把在恐怖游戏里受的怕、憋的火全都发泄出来。父母回来时，只看见刘明俊，妈妈情绪太过激动，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男人慌忙扶住瘫软的妻子，望着眼前的景象，他冲上前攥住刘明俊的衣领。刘明俊吓得面色惨白，连连求饶。他还以为系统的提示是假的，可预想中的责罚迟迟没来。男人高高扬起的手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定住，根本无法落下。刘明俊先是一愣，随即看清这诡异的现状，瞬间变得嚣张癫狂地大笑起来，不停地嘶吼发泄后，他把晕倒的妈妈扔到厕所里。他处理完尸体后，淡定地坐到沙发上，等待着最后胜利的来临。不过没过多久，他存放尸体的房间里传来乒乒乓乓的动静。刘明俊惊恐地蜷缩在沙发上，不敢抬头。你们不能伤害我！3双血淋淋的脚出现在他面前，就是刚刚被他残忍杀害的家人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好疼啊！刘明俊的裤子瞬间湿了，他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跑，最后他被妈妈用菜刀活生生的一片片的割下血肉。哎，这家人对他这么好，本来他可以躺赢的，没想到真的有玩家会这么蠢。家人当然不会伤害玩家，但是死了以后就不是家人了。这个穿着校服的男生有点眼熟，我记得他就是当年那个罪犯吧，后来幸运逃脱了法律的正裁。这种人就是罪有应得。我一觉睡到大中午，就在小区群里听说了这起惨案，玉自然也听说了。他已经完全受不了他的诡异家长了，每天都在各种试探他的身份，他都要精神崩溃了。想起在超市护着我的诡异弟弟，咬牙向系统赊账，兑换了个互换身份的特级道具。我还在美滋滋的喝着爸爸给我熬的老母鸡汤，突然眼前的场景一变，坐在我面前的居然是我的干爹干妈，面前摆着冒着诡异的紫色气泡的女巫汤，桌子上还有麻辣人脑和炭烤人手。我拿着筷子的手僵硬住了。我记得干妈的手艺没这么差，干妈脸上3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，和干爹面面相觑，然后迅速把桌子上的所有辣眼睛的菜打包，又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桌冒着热气的菜。宝贝，你怎么突然跑到干妈这儿来了？干妈也没来得及准备。不知道啊，我睁眼就到这儿了。哼，想也知道是那个消失的女儿搞的鬼。我消失以后，取而代之坐在我位置上的是白玉。看到明亮温馨的饭堂，餐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美食。已经饿了2天的她毫不客气的躲衣，她已经顾不上维持淑女的形象了。温仔看着我突然被换成一个陌生女人，脸色铁青，马上就要掀桌子。妈妈按住她，皮笑肉不笑的看着还在埋头苦吃的白玉。白玉终于抬头了，她害羞的看着温仔。弟弟，爸妈，我今天有点饿。爸爸从厨房里端出来一锅人脑大补汤，递到他面前。来，喝吧。你平常不是每次吃完饭都要来一碗的吗？白玉又看到汤里浮上来一只人眼，忍不住捂嘴干呕。温仔看好戏般的看着他。是啊，
你平时最爱喝这个啦。看着众人逐渐诡异化，他颤抖地端起面前的碗，一饮而尽。虽然规则里家人不能伤害玩家，但是身份交换以后的家人能不能算作自己的家人，他不敢赌。至于我这边，吃饱饭以后就开始炫干妈家里的零食，乐得都看不见眼睛了。一个闹心的玩家换来乖巧的干女儿，简直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宝贝，今晚就在家里睡，明天干妈再送你回去。哎呦，这算不算偷鸡不成蚀把米？这家人明显在针对他呀！不是，这女娲简直是诡异界的团宠啊！怎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她？他是买了系统商城里的什么道具？我倾家荡产都要来一个。S 级副本，死亡率也不高啊，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活着。我刚躺到松软的大床上，就听见系统的提示音：请玩家在12点前逃离小区。请放心，在此期间，所有诡异家长都是普通人状态，不会对玩家的逃离有任何干扰。小区突然开始喧闹起来，窗外天边被一片红光笼罩，干爹干妈突然也找不到了，整栋楼都被火焰吞噬，披着湿被子往家里跑，短腿倒腾的老快了。系统说，现在所有的诡异都会变成普通人，万一他们受伤了怎么办？有部分玩家在听到系统音后，看到自己的诡异爸妈真的变成了正常人，头也不回的逃跑了。白玉在发现大火以后，迅速逃到门外，把房门给锁住了。他冷笑一声，把钥匙直接扔下楼以后就跑了。敢让我喝人脑汤，现在就等着被火烧死吧！路过依依家的时候，白玉看到他把摔断腿的妈妈背上，还嘲讽了几句：真当她是你妈呀？没听见系统说要在12点前逃离？还真是个白痴！你自己等死吧！依依假装没听见，艰难地移动着，至少要让他把这个爱他的妈妈送到安全的地方。他没注意身后的女人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我一口气爬了10层才到家门口，门底下不断冒出黑烟，房间里传来接连不断的咳嗽声，还有妈妈虚弱的呼救声。身体拼命撞门，炽热的温度把我的皮肤都烫红了。大门刚被撞开，火焰迅猛地窜出来，烧焦了我的头发。我接上消防栓以后，拿着水管对准火焰，可是一滴水都没有喷出来。我一咬牙，用半湿的被子把自己裹紧，冲进火海里。看见眼前的场景，我都要晕过去了。爸爸牢牢地护住妈妈和弟弟，3人都完全失去了呼吸。他们身边还放着一瓶挤压器都断裂的灭火器。我被气得已经完全忘了这里是恐怖游戏，爸爸妈妈他们根本不会死。弹幕又弹了出来，那个意义是不是傻？居然不顾自己的安危都要把妈带上，那只是一个 NPC 而已。那个温馨不是也差不多吗？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个白玉有够狠啊！自己跑就算了，居然还把门锁了。你们没注意到所有的消防设施都失效了吗？这是恐怖游戏搞的鬼吗？强烈的情感冲击刺激着我的大脑，我的脑袋剧烈的疼痛后，终于把所有事情都想起来了。疼的眼泪不知不觉地落在我的脖颈处。宝贝女儿，你终于想起来了哟！这么久才想起来，姐你不行啊！然后后面贱兮兮的声音是温仔说的，我激动地扑过去，温仔调侃道：姐，见到我们还活着，激不激动，惊不惊喜？怎么和你姐姐说话呢？爸爸给了他个大逼兜，把他痛得龇牙咧嘴。妈妈被烧焦的半边脸露出森森白骨，身上的怨气都快冲破屋顶了，显然被白玉锁门的举动气到不行。现在我们该给不守规则的玩家们一点教训了。幸存的玩家们都在加速冲向小区大门，身后还有一群诡异在追。系统规则里的限制只针对诡异家长。最后一日，小区里游荡的诡异大多数都是没有理智的。白玉跑得极其快，一点也看不出他平时柔弱的样子。在一个长蛇诡异马上就要触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反手把跑在他前面的玩家拉倒，玩家立即发出凄厉的尖叫，他的腿一点一点被诡异啃食。随后跟上来的诡异大军直接把他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白玉头也不回的继续跑。这可是恐怖游戏，你自己没戒备心怪谁？甚至他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笑。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我们一家齐刷刷的出现在他面前。温仔俊秀的脸皮半掉不掉，焦黄的眼球紧紧地盯着白玉。妈妈直接闪现到他面前。你还敢锁门？做好去死的准备了吗？不可能！规则说你们已经变成普通人了，怎么可能没死？你们不能伤害我！规则说你们不会阻止我的。妈妈，我可是你的宝贝女儿啊！白玉以为自己的道具还在生效，她没注意到使用说明下面有一行比蚂蚁还小的字：本道具对 SSS 级诡异无效。已经听不下去了，居然冒充我，还敢把我的家人锁在起火的房间里。我一个飞踢过去，给他踹进诡异张大的嘴里，他的下半身瞬间被咬断。我抖抖腿，向疼得吱哇乱叫的白玉说：谁是你妈？
他们都是我的家人。白玉被蜂拥而至的诡异一点点啃食，比被他拉下水的玩家的死法还惨。等到白玉彻底咽气，意义背着他妈慢慢跑来，在场的诡异像是没有看见他一样，继续漫无目的的游荡。他感到很奇怪，但又顾不上那么多。在意义踏出小区门的时候，他身上一轻，妈妈变成点点星光消散了。因为游戏最开始的规则就是要做一个好家人。谢谢你，意义。恭喜玩家意义通关 S 级副本。幸福小区副本由于不可抗力将永久封闭。3年前，幸福小区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，一伙报复社会的歹徒假扮小区住户的儿女，骗过保安进入小区后，未及时更换过期灭火器，无法迅速灭火。那天我恰巧出门，回来的时候，火焰已经吞没了我的家，门被烧变形了，根本无法打开。我拼命地拉动消防水管，可是我绝望了。我在门外听着屋子里传出凄厉的哭喊声，都快精神崩溃了。最终，我由于吸入过多烟雾，直接昏死在了家门口。我的家人被恐怖游戏邀请，直接成为诡异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复活，所以我成了恐怖游戏的玩家，失去了死前的所有记忆。不过，为什么一定要复活？这里有我的家人啊！系统公告：恭喜玩家温馨解锁隐藏结局，成为诡异。规则怪言诚挚邀请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参加本次副本《月亮游乐园》。